说到二战时期的法国，估计不少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都是如法，但实际上在法国战役期间，法军的坦克还是给德军带来过一些小小的震撼的。就比如这个 B1 重型坦克，这玩意儿看上去虽然有些像一战时的坦克，但它的正面装甲很厚，而当时德军的大部分坦克主要装备的火炮呢，还是37毫米的小炮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从正面伤到这台钢铁巨兽。而 B1 自己呢，则同时装备了一门47炮和一门75炮。在对战中遇到这么一个重装甲的火力平台，德军的坦克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不绕侧就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此外，如果说 B1 作为一台重型坦克很难对付也就算了，当时法军主要装备的另外2种中小型坦克也同样抗揍，即使是将37炮推到贴脸的距离，炮组若是不了解这些车辆的弱点在哪儿的话，也很难从正面击穿它们。所以在法国战败投降之后呢，德军自然是迫不及待的在这些车辆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据说光是 B1 重型坦克就被缴获了161台。如果只是看数字的话，你们会觉得不多，但在这里我只是摆了64台 B1， 是不是就已经让你觉得非常震撼了呢？这若是随便分出个1/10给李团长的话，那他敢打的恐怕就不只是平安县城了。然而，就算是获得了一支如此强大的装甲力量，在二战期间，德军也没有大规模的将他们部署至东线或者是北非战场。这可能是法国坦克无法与德军的后勤适配，也可能是德军压根就不认为这些车辆适合被用来进行闪电战，所以这些车辆大多都被留在法国境内用于训练，顺带着呢，偶尔出动镇压一下当地的反法西斯抵抗组织，就如同咱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德军的37炮在近距离都很难有效地打击这些坦克，因此对于连轻机枪都没有集挺的抵抗组织来说，想要对付他们可就太难了。除了坦克呢，像是法国潘哈德公司生产的这个 AMD-35 小装甲车也曾被改作轨道车的版本，专门用来在铁路沿线巡逻，以防止抵抗组织趁他们不注意将铁轨给扒了。不过嘛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在战争年代，各国的作战装备更新速度贼快。如果说与40年的德国坦克进行假弹对抗时，这些法国坦克还可以占到一定的优势的话，那么在44年面对盟军坦克的时候，就算是曾经叱咤风云的 B1， 也没法和谢尔曼打个平手了。本着废物再利用的原则，德军后来就逐渐改变了这些车辆的用途。像是霍奇基斯生产的这款名为 H39 的小车，因为装甲不错，就被挂上了火箭弹发射架，作为前线的火力支援车辆来使用了。而一些失去了车体的法国坦克炮塔呢，也被废物再利用，装在碉堡，或者是干脆插进地里，用来当做固定炮台。然而，就如同咱们的那句老话所说的那样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在各个战线的盟军一同发力进攻的时候，这成百上千台的德角法国坦克，就算是被改装了更强力的火炮，恐怕也改变不了他们注定失败的结局。好了，咱们本期的视频呢，就是通过游戏的画面来讲一讲这些德角法国坦克的故事。如果有遗漏和错误出现，还请大家在评论区及时的补充和指正。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